我是宗门千年不遇的天骄，被宗主器重，还命我与他的嫡女小师妹结为道侣。但就在大婚前夕，我见到那个平日里冰清玉洁的小师妹穆清婉，却与另一个男人睡在我洞府的床上。李青山，谁让你来这里的？快滚！去刑罚堂跪着等我。见到我后，穆清婉眼里不仅没有丝毫羞愧，反而指着我的鼻子怒骂。我没有回应，直接转身离开，隐约间听到身后的对话：明日你就要与这小子成婚了，如此行事，这位大天才不会疯魔吧？不会。穆清婉不屑地冷哼一声，狗屁天才，就是我爹养的一条狗而已，借他几个胆子发疯试试。我笑了。这些年我在宗门里处处低调，稳步修行，穆清婉还真以为我离了宗门不行。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我是魔门圣子，他的那位宗主父亲早就被我练成了傀儡。只要我愿意，整个宗门立刻血流成河。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离开洞府后，我立刻拿出了2道玉简，一道传信给刑罚堂，命令他们立刻前来清算；另一道传信给魔门，告诉他们7日之后时机已至，血洗紫霄山。很快，穆清婉就和他的相好一起从我的洞府里被拖了出来。你们干什么？都想死了吗？我父亲可是宗主，你们竟然敢这么对我！我要让我父亲把你们都逐出宗门！只来得及用术法遮掩洞体的穆清婉像疯了似的尖叫。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些刑罚堂的弟子居然丝毫没有顾及他的身份。看着周边被吸引过来的弟子对着他指指点点，他觉得自己真的是要崩溃了。大师兄，接下来怎么做？为首的刑罚堂弟子对我施了一礼，恭敬地开口。他是我从死人堆里带回来的，能修行至今皆是因为我的帮衬。别说今天只是把穆清婉从洞府里拖出来，就是让他宰了他，他都不带皱一下眉头的。私下苟合，败坏宗门风气，该当如何？我御剑而起，淡漠地瞥了一眼下方，轻声开口：按宗门律27条第4小点，当受雷罚500，捆缚于山门之前3日，以儆效尤。那就这么办吧。轻轻颔首，我直接便欲离开，还有太多的事要办。而就在这个时候，穆清婉已经彻底傻了，在他的边上，那个狼狈不堪的男子满脸慌张，对着我怒喝：李青山，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要不是老宗主提携你，你能有今天？清婉今天不过就是犯了点小错，你居然就这么狠些？瞥了他一眼，我对他有点印象。穆清婉的白月光，顾寒山。很久以前他们便不清不楚，只是如今终于躺在了一张床上，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死了。听到顾寒山的话，穆清婉似是也反应了过来，指着我的鼻子怒骂：我告诉你，本姑娘今天就是为了找刺激才在你的洞府和寒山哥哥双修的，那又怎么样？你不过就是我家养的一条狗，我心情好赏你口吃的，心情不好你就得跪着舔我的脚讨好我。真以为别人喊你几句天骄就拿自己当个玩意儿了？你个窝囊废，现在居然还敢让刑罚堂的人来抓我！你等着，等我父亲大人出关，我一定要让他废了你！我笑了。喜欢刺激是吧？好，挺好的，更刺激的还在后面。望了一眼躲在穆清婉身后似是等着看戏的顾寒山，我脚步微微一顿，嘴角多了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轻声道：私同他人道侣者，踢仙骨，斩4肢，尔等还在等什么？放肆！我看你们谁敢！穆清婉尖叫一声，叉着腰将顾寒山护在身后，对着为首的刑罚堂弟子狠狠打了一记耳光。我爹乃是紫霄山宗主，你们竟敢这样对我！待我爹出关之后，我一定要让他杀了你们！见他衣衫不整、歇斯底里的模样，我此刻却只想笑。可惜了，他是等不到他爹出关了。大小姐，宗门严律，还请不要让我等为难。
无缘无故挨了一巴掌的刑罚堂弟子深深吸了一口气，脸色难看。他对着身后的弟子冷着脸呵斥道：“你们耳朵都聋了吗？没听到大师兄的话，还不动手？”下一刻，几道身影瞬间拿下顾寒山。穆清婉大急，还想阻拦，却被脸色淡漠的刑罚堂弟子不动声色地拦住。平日里穆清婉贪恋享受，不经先法，若论厮杀，怎会是这些专精处置罪逆的刑罚堂弟子的对手？别啊！只听被拿下的顾寒山似是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转瞬间，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便响彻天际，4道寒光闪过，顾寒山瞬间被斩去4肢。不仅如此，一道虚幻的仙骨正被缓缓剥离而出。不，不！他像条离了水的鱼一般疯狂嘶吼着，哀求着，但是周遭刑罚堂弟子的眼中却只有冷漠。很快，被彻底剥离仙骨的顾寒山如死狗般躺在地上，已是出气多进气少。见状，刑罚堂弟子自然也就不再拦着穆清婉，只见他疯了一般扑到顾寒山身边，用像要吃人一般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咬牙切齿道：“李青山，你等着，你给我等着！今日寒山哥哥的痛苦，以后我一定要让你100倍偿之。哪怕我父亲不出关，带上宗来人，我也定要你吃不了兜着走。”呵！静静地看完这出闹剧，我淡漠一笑，没有作声，随即御剑冲霄。紫霄山论实力在正道仙门之中不过末流，但却和仙门之首上清宗有着同袍之谊。二者曾在上一次仙魔之战中并肩而战，可惜一个鱼跃龙门，一个跌入尘埃。但哪怕如此，二者依然来往紧密。或者换句话说，若非还要用紫霄山钓上清宗这条大鱼，我也无需忍耐至今。不过幸好，这种日子终于快要结束了。刚一回到我的备用洞府，阴影之中就忽然有一道曼妙身躯毫无顾忌地贴了上来。哟，是谁惹我们家的圣子大人生气了？要不要奴家安抚一下大人？听到声音，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一把将其按到了墙边，顺便抓住了那只在我身上游走的小手，淡淡道：“幽莲，别闹了，把你的媚术收起来吧。”哼，奴家知错了还不行吗？见我这般态度，一袭黑色轻纱嘟着小嘴的身影气恼地跺了跺脚，紧接着一股萦绕在我洞府中的魅惑道韵缓缓而散。见状，我才松开了手。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堪称倾国倾城的精致脸庞，她身材曼妙，一颦一笑之间都能勾动男人心中最原始的欲望。这小妮子怕是情欲到接近大成了，不差。我有些满意地望着幽莲，作为与我齐名的合欢圣女，虽难以与我相较，但依然不是这一代正道的那些废物圣子可比的。如今之仙门早已被人间权势金钱腐蚀，不知多少人打着灭魔的名号，在人间大肆敛财，收集资源，只为满足自己一人之修行。而这般情况在紫霄山乃至上清宗尤为突出，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紫霄山不过是上清宗用来敛财的白手套罢了。我曾问过那位还未被我练成傀儡的紫霄山宗主，如此行事与魔门何异，却不成想被他大怒训斥，言魔门污秽不堪，动辄杀人夺宝，而我正道不过是向百姓取些小小的帮助，怎能混为一谈？是啊，正道不杀人，只是绝了天下的根。他们不夺宝，因为在正道眼里，见之极为有缘，凡间之宝都该上交仙宗，又何来夺字？这一点我也是后来才渐渐想明白。可惜这位穆宗主的行径越发令我作呕，竟还似有龙阳之好，终是让我忍不住宰了他。而穆清婉，我本倒也不愿走到如今这般地步，毕竟哪怕是我，也想留一份同门之义的情面。为何你如今会来此地？你这般身份若是误了我的事，你该知道我的手段。盘膝而坐，我淡淡开口，目光冰冷。知道，
堂堂天魔宗圣子大人，可别这般吓唬奴家。此次奴家可是应了魔主之命前来，怎会坏了大人之事？”幽莲笑着蹦上寒玉石床的边缘，轻轻摇晃着那双如玉石般无瑕的脚丫。魔主，我眉头轻微皱起，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有些不明所以。就在这时，却见幽莲忽地将脑袋探了过来，轻笑道：“上清宗那位要来了。”刹那间，我的眼中满是森然，杀意滔天。我永远都忘不了10年前那个上清宗弟子为了培育一枚血灵果，便屠尽了一座人间大城。那一日，血海席卷高天，有人高高在上，眼神轻蔑，使城中无数哀嚎为奏乐，挥手之间，满城头颅高悬，如人间地狱。我被亲生父母藏在尸堆之中，成为那一座城最后的幸存者。不知过了多久，一道白发身影将我从尸海底下拖出，带回了魔宗。魔宗之中，一将弱肉强食，我疯了般修行，才夺得圣子之位。而如今那个10年前屠城之人，正是现在的上清宗宗主柳青天，而与紫霄山对接之仙使，正是其亲子柳一凡。明白了，正好，那便一块收拾了吧。我的眼神迅速变得平静。待第2日再次走出洞府时，我的身后已经多了个一袭青衣的尾巴。如今幽莲的身份是一出小仙门献给我的侍女。不好了，大师兄，出大事了！宗里要供给上清宗的那枚青神花不见了，那可是上宗指明要的贡品，听说来取的长老已经在路上了，这可如何是好？然而不等我走出多远，就见到一个身影急急忙忙地冲到我身前，满头大汗。青神花乃是紫霄山费了巨大代价才拿到的仙品灵物，若非那位紫霄山宗主因此而受了重创，我也不至于这么容易得手。若此物出了差错，上宗震怒，恐怕整个紫霄山都会倒霉。虽然我不在意，不过这紫霄山的东西早已被我视作囊中之物，岂容他人轻取？带我去看看。双手背在身后，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急不缓地开口。到了地方，只见一大群弟子围在珍宝阁外警戒，面上都是一片死灰。无需着急，我已明了是谁取走了青神花。不过扫了2眼，我便心中有了计较。外围法阵没有被触碰，反而在地上留下了些许匆忙痕迹，这般形式简直明显的令我差点发笑。在这个宗门里，既知道各处阵法秘密，但有修行不精的蠢材，不过也就那么一个。去吧，拿回青神花。我背过身子，径直走向穆青婉洞府的方向。才刚刚靠近，就听到其洞府之中传出一阵腻歪之声。寒山哥哥，有了青神花，你定能重塑仙骨，突破数个大境界，到时候重塑4肢简单至极。青婉未来还要一直守着你呢。青婉你放心，待我崛起，一定宰了那李青山，以报心头之恨，也省得他再脏了你的眼。届时我便与你正式结为道侣，长相厮守。寒山哥哥。青婉听到里面那对狗男女的交谈，我不禁有些无语。好家伙，都搁着计划上未来了。为了一个男人而拿整个宗门的性命开玩笑，不知道穆青婉的那位好宗主父亲大人见了会有何感想。下意识的，我摸到了腰间的炼魂葫芦，心中竟生出了些期待。然而就在这时，扑哧一声，幽莲却是绷不住了。他看看我，又看看眼前的洞府，憋得小脸通红。好家伙，咱这魔门圣子可被人家嫌弃得太狠了。谁？被人戳破恩爱现场，当场被嘲。穆青婉不由得气得脸都白了，直接冲出了洞府。但是一看到洞府外的人群，又不禁有些心虚。他怒斥：你们都来这里做什么？想造反吗？我笑了笑，懒得和他掰扯，只是淡淡道：穆青婉，把东西交出来，看在宗主的面子上，我等不会对你如何。是啊，人都快死了，还能如何呢？李青山，你在这狗叫什么？我一直都没出过洞府，谁和你说青神花是我拿的？
你是不是想造反，所以想污蔑我？当初我就该让父亲直接把你丢到山上喂野狗，就算是野狗，也比你懂得感恩。听到我的话，穆清婉一下子急得破口大骂。然而我的嘴角却扬起了一个讥讽的弧度，轻声道：我什么时候说要你交出青神花了？一下子周边围观的弟子都炸了。是啊，清婉师姐说她没出过洞府，怎么知道青神花丢了？不会吧，清婉师姐可是宗主大人的嫡女，不会不知道青神花可是要供给上宗的。听说清婉师姐的那个姘头被斩了4只，师姐不会是想要拿青神花救她吧？疯了吧？那是个破玩意儿，也配用这般仙品灵物？就算是将我等性命捆在一起，也是不及。难不成清婉师姐连宗门都不要了？望着愤怒的人群，穆清婉脸色一白，但是依然死鸭子嘴硬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李青山，你少在这挑事，我告诉你。只是他话还没说完，一个狼狈的身影突然从穆清婉身后的洞府里被丢了出来。嘿，清婉师姐养的男宠吃的仙草规格好高呀。幽莲拍了拍小手，紧随其后，笑着吐了吐舌头。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在地上的顾寒山。只见他满脸通红，嘴边还残留着一截草茎，正拼了命地把嘴里的东西咽进肚子里。显然是顾寒山担心事情败露，青神花被夺回去，宁可冒着丧失绝大多数药性的风险，也要将其吃进肚子里。真是畜生，他吃的就是青神花，给老子吐出来！一见到这一幕，先前看守青神花的弟子眼睛都红了，上去就疯狂地扇顾青山大嘴巴子，连牙都给他打飞了。但就算如此，也依然只抢救出一截草茎。完了，全完了！那弟子一屁股坐在地上，面色灰暗，眼中满是绝望。给不了上宗交代，他甚至性命难保。上宗之人听说已在来的路上，要是到时我等交不出青神花，恐怕全宗都要受罚。真没想到，我等为宗门呕心沥血，结果却可能因为一个畜生丢了性命，何其可笑！事到如今，可还有补救之法？有个屁！众人围着洞府，尽皆脸色铁青，眼中的怒火喷薄欲出。然而这时的穆清婉见事情已败露，反而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架势，直接冷冷地道：哼，我父亲大人只有我一个嫡女，整个宗门未来都是我的，就算是我拿了青神花又怎么样？你们这些狗奴才现在是什么眼神？都想死吗？都给我记住了，没有宗门，你们现在都还不过是些凡人蝼蚁。不要以为和本小姐一样修了仙法就真的能与我平起平坐了，都给我认清自己的身份。你们这些低贱东西的性命加起来，也比不过寒山哥哥一根汗毛，能为了我和寒山哥哥担责，那是你们的荣幸。听到这话，全场瞬间一片死寂，谁都没想到穆清婉竟然会将话说到这般程度。眼见着任由穆清婉再闹下去，恐怕不等那位上宗来人，紫霄山便先要暴动。我不由得轻叹一声，平静地走到穆清婉跟前，直接一耳光将其狠狠扇在了地上，淡淡道：穆清婉，你真是个贱人！李青山，你敢打我？你居然敢打我！穆清婉不可置信地捂着脸跌坐在地上。自我入门以来，便对他百依百顺，平日里哪怕他再蛮横任性，我也总是将他护在身后。哪怕到了如今的境地，他也依然相信我会为他收拾残局。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与他那本就不多的情谊，在他将顾寒山带入我洞府之时，便已经彻底消耗殆尽。身为宗主之女，私自与人苟合，败坏风气，又盗窃宗门重宝，置整个宗门之安危于不顾，桩桩件件都够你死上千回，打你！可笑！难不成你还觉得这一耳光就能弥补你所犯下的大错了？我冷笑一声，指尖轻动，刹那间寒芒闪过。啊！穆清婉惨叫一声，四肢被瞬间斩断，
血泉喷涌而出。原先娇生惯养的他哪经历过这般痛楚，只是瞬息就差点晕死过去。接着我又将目光放在顾寒山身上，竟见他眼中惊恐，如滚地葫芦般试图疯狂远离我，就连下身都多了抹难闻的臭味，真够恶心的。我有些嫌恶地皱了皱眉，又靠到穆青婉耳边轻声道：穆青婉，看在往昔宗主的颜面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青神花乃是仙品真物，没那么容易被吸收炼化。顾寒山如今便如行走的仙药，如果你不想做废人，你该知道如何做。李青山，你个畜生，我死都不会让你如愿。等父亲大人出关知道你敢对我如此，他一定会杀了你。你想让我害寒山哥哥，绝不可能。穆青婉如同疯了一般在地上笨拙地蠕动，身上血水泥水混杂，狼狈不堪。听其之言，我冷笑一声不置可否，带着人直接转身离去，徒留下2个人只待在原地。有的时候人说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才重要。而在众人散去之后，顾寒山才小心翼翼地滚到穆青婉身边，一脸深恶痛绝道：青婉，你别担心，等我恢复了行动能力，一定去请老宗主那儿叩关主持大局。这个李青山丧心病狂，怕是已经堕入魔道。然而痛到几乎发狂的穆青婉却压根听不清顾寒山在说些什么，只是忽地直勾勾地盯着顾寒山，近乎有些病态地强撑着开口：寒山哥哥，你爱我吗？那还用说？青婉，等我恢复了修为，定也啊！青婉，你做什么？寒山哥哥，青神花是我拿来的，现在也应该先给我用。你这么爱我，应该能理解我吧？啧啧，圣子大人玩弄人心的手段，与在魔门相比，可当真丝毫不差。幽莲笑着挥散眼前的玄水镜，在镜子之中显现的，赫然便是穆青婉正在疯狂撕咬着顾寒山的景象。二者虽然都被斩去了4肢，但穆青婉毕竟未被斩去仙骨，自然非顾寒山可敌。我淡淡地瞥了一眼镜中景象，丝毫没有觉得意外。穆青婉口口声声说什么顾寒山是他的一生挚爱，但其实自始至终，他最爱的只有他自己。就在这时，我的传讯玉简之中忽地多了一道急讯：大师兄，上宗的人到了。我等该如何应对？我顿了顿，双眼微眯。来得挺快，那么这场大戏也该落下帷幕了。另一边，穆青婉有些慌乱地抱着脸色惨白的顾寒山，在不远处，几个弟子正嫌恶地看着这个方向。即便是他们，也很难想象有人竟然可以一边说着情爱，一边咬破对方的喉咙，差点将对方的血活活吸干。没事，婉婉你能活下来就好。已经宛若干尸的顾寒山强行挤出一丝笑容，哪怕心里恨不得扒了穆青婉的皮，但如今他也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想要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穆青婉。寒山哥哥，你不怪我就好，我现在就带你去找爹爹。看着顾寒山依然是一副深情的模样，穆青婉渐渐放松下来，转而眼中再次出现一丝恨意，咬牙道：等爹爹出关，我一定要让他也包了李青山的仙骨，让他尝尝做废人的滋味。到时候我把他的仙骨送给哥哥你，好不好？好。听到这话，顾寒山不由得眼睛一亮，李青山可是极品灵根，岂是自己原先的资质所能比的？一时间，他的目光越发柔和起来。紧接着，穆青婉便抱着顾寒山直接奔向后山闭关地。而他们这边刚有所动作，消息便传到了我这里。如穆青婉这般直肠子的算计，哪怕我用屁股想也知道，他定然是将希望放在了他父亲身上。可惜了，在那里闭关的可不是他父亲，而是一尊实打实的大魔头。一想到他见到那尊魔头时的情景，我竟是忽的有些生出期待来。正当我思索之际，天穹之上忽有一艘巨舟在云层之中缓缓显现，一道白衣身影端坐于天穹之上，磅礴威压笼罩四野。他冷漠地望着紫霄山的山门，冷冷道：既见本仙，为何不跪？
当真是令人熟悉的开场。10年过去，这道身影还一如往昔，令人见之生厌。恍惚间，我似是回到了那尸山血海的大城。大人，忽地，幽莲轻轻拉了拉我的衣摆，无视天上的柳一凡。我顿了顿，轻声道：“予以入网，让魔主大人也动手吧。”是。幽莲轻轻颔首，向着阴影中使了个眼色。见状，我也不再待在原地，率先回了宗门大殿。以我这般身份，自然不会去亲自迎接什么上宗仙使，一个区区修行数百年，也不过堪堪踏入渡劫期的渣子，也敢自称仙人，何其可笑！在大殿之中等了一会儿，很快，几道趾高气扬的身影便踏入大殿之中。你是何人？木沧海人呢？为何不来见本长老？柳一凡刚刚跨入大殿，便面露不悦，望着我的眼中满是嫌恶，似乎认为我根本不配与他对话。师尊正在闭关，还望上宗见谅。我坐在主位上，轻声开口，不卑不亢，似是完全没有察觉他的不悦。哼，罢了，既如此，那便快些将贡物交于吾等吧。如今魔门蠢蠢欲动，本长老可没时间在此地多留。柳一凡冷冷开口，忽地他微微一顿，竟呆呆地望着在我身后的幽莲，眼中流露出一丝惊喜与痴迷。只见他干咳2声，装作不经意地指向幽莲道：“有些意思，不成想你宗里倒是出了个不错的仙苗，此女本仙看中了，这次便让其跟着本仙一起走吧，本仙将赐其无上大道。”闻听此言，大殿之中的其他人不由得纷纷神色怪异。他们都知道柳一凡修的乃是欢喜道法，平生最喜用女子做炉鼎，若落入他的手中，下场简直生不如死。上仙，此事或是有些不妥。一位长老面露难色，试图开口，然而言犹未尽，跟在柳一凡身后的一位弟子却是忽然一巴掌打在长老的脸上，呵斥道：“放肆！仙使欲要赐下机缘，你竟敢阻人成道，用心何其卑劣！滚下去！此地没有你说话的份。”是。被杀鸡儆猴的长老憋屈至极，只能无奈地退了出去。而我却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忽地开口道：“仙使祭祀机缘，吾等自然却之不恭，然如今最重要的，却还是完成贡品交接，诸位觉得呢？”自然如此。听到我应承下来，柳一凡眼中的痴迷渐渐褪去，满意的点头：“那便将贡物拿出来吧。”闻听此言，其他几个弟子瞬间面露难色。在听到青神花没了之后，柳一凡原先仙风道骨的模样瞬间消失，他几乎瞬间就炸了。什么？青神花没了？尔等可知道此物之珍贵？你们是想死吗？柳一凡面目狰狞，一股磅礴仙威展露，几乎令得整个紫霄山都摇摇欲坠。仙使何须着急？青神花虽没了，但人却还在，这般仙品岂是如此轻易便能被炼化的？抬手虚压，来自柳一凡的威压瞬间消弭，我目光淡然，笑着道：“况且我紫霄山宗门尚在，即便拿不出青神花，哪怕倾尽宗门底蕴，也定会让上宗满意。尔等最好如此。”似是见到我挥手间便散去了他的威压，柳一凡眼中惊异，但很快神色便恢复冰冷。见状，我点了点头，轻声道：“还望仙使与我走一趟。”说着，我望了望那位好师尊所在的闭关之地，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而在另一边，穆清婉和顾寒山正在后山满头大汗地对着闭关之地诉苦。只是无论他们怎么做，闭关室中都寂静无声，惹得二人心中急切。清婉，师尊他老人家不会在里面出意外了吧？顾寒山脸色难看，不禁心中担忧。不可能，我父亲可是化神大修，宗门里谁能伤他？穆清婉尖声开口：“等我再试试，父亲大人一定会出来。”然而还不等他再上前，一道磅礴威压已经压落。柳一凡自天穹之上缓缓落地，脸色铁青。
就是你们2个孽畜毁了上宗药的青神花，当真好大的胆子！他屈指微弹，只是瞬间，2人四肢刹那间爆碎，惨叫出声。父亲大人，你还不出手，女儿就要死了！穆青婉疯了似的尖叫。正在这时，闭关门瞬间炸开，一道身影以迅雷之势杀向柳一凡。穆藏海，你敢向我动手？你要造反？不对，魔魁！见到此景，柳一凡眼中震惊，但很快发现不对，怒喝出声。他一时不察，被魔魁近身，身上数件法宝被魔气所污。尽管他在第一时间打飞魔魁，依然吃了大亏。而就在此刻，紫霄山天穹外忽地出现密密麻麻的魔云，让人见之色变。贱人，竟敢设局坑杀我！柳一凡脸色难看至极，他死死地盯着地上惨嚎的穆青婉，几乎要疯了。他猛地转头望向身后的弟子，怒斥道：还不求援，让宗主带人来救我等！这般魔云大事，恐怕是魔主亲至。而瘫在地上的穆青婉此刻已经彻底懵了，他面如死灰，一片绝望。自己仰仗的父亲居然被人练成了魔魁，完了，这下全完了。随着一道救援信号发出，紫霄宗的护宗大阵缓缓开启，一道结界护罩瞬间笼罩整座山体。把这贱人给我吊在山门之前，在所有弟子面前剥了他的皮，凌迟处死，告诉他们这便是投靠魔门的下场。柳一凡面目狰狞，几乎是将死狗一样的穆青婉丢给身后的弟子。不，我不是，寒山哥哥，你快帮我说句话啊！穆青婉猛地打了个激灵，立刻将求救的目光放在顾寒山身上。不成想，如今一样境地凄惨的顾寒山眼中却是忽地向他投来了深恶痛绝的眼神。穆青婉，你这个贱人，我早就看穿了你的身份，所以才在你身边忍辱负重。你这般贱种，先前居然还想把青神花偷给魔门，简直令我作呕！顾寒山扭曲着身子大骂，接着又讨好地看向柳一凡，谄媚道：仙师大人，我可没有投靠魔门，先前不过是逢场作戏。然而他话还没说完，柳一凡忽然冷不丁道：青神花是被你吃了吗？顾寒山一愣，随即犹豫着道：的确吃了，但那是为了……话音未落，柳一凡已经面目狰狞地捏着他的头颅悬空，冷冷道：畜生一般的东西也敢玷污仙物，死！下一刻，顾寒山身躯爆碎，徒留一道残魂哀嚎，将此人身躯收起，炼制成丹，看看青神花之药性还留了几分。随意地将手上的血迹擦去，柳一凡冷冷地开口：是。我笑眯眯地应下。有趣，太有趣了。紫霄山外，魔主负手而立，笑着道：今日紫霄山必灭，柳长老何不痛快些出来赴死？休要猖狂！柳一凡见到魔主，心中一惊，但依然色厉内荏地开口：待我宗主前来，定取你魔主头颅。听到这话，魔主淡然一笑，却是主动退去，同时对着身后的诸多魔头道：去吧，给这位长老点压力，也希望他的那位宗主来得快些。是。下一刻，无尽魔头驾云而起，开始疯狂冲击护宗大阵。守住！见状，柳一凡狰狞开口：谁若敢临阵脱逃，山门口那个贱人便是尔等的榜样。刹那间，无尽道法在天穹闪耀，仙魔开始厮杀。不知过了多久，一道庞然剑气突然自天穹斩落，一支庞大的仙舟队伍在天边缓缓出现，而领头者赫然便是上清宗宗主柳晴天。哈哈哈！魔主，你竟敢出万魔山，今日看来便是你的死期！柳晴天大笑着挥手：诸位同道，绞杀魔主，扬我正道威名。他眼中满是贪婪，几乎难以想象灭掉魔门之后的巨大收获。终于来了，真是让我好等。我缓缓起身，
踏步而出，目光幽深。剑种，你在做什么？还不快滚过去主持阵法！想死吗？然而就在这时，柳一凡看到我的动作，开始怒骂。呵！我一步踏出，将手轻轻放在他的额头上，淡淡道：下辈子投胎注意点。紧接着，扑哧，一道无头血拳喷涌而出。柳一凡的残魂呆呆地注视着自己的残躯，整个人都傻了。自己被秒了？你才是魔门的人。他眼中满是惊恐。不对，你的修为怎么会？你超越了魔主境界。言犹未尽，无数魔头将他的残魂尽皆吞噬。我笑了笑，忘了，你好像没有下辈子。救我，李青山，我愿意嫁给你，救我！而就在这时，山门处的穆青婉眼中竟忽地生出一丝希望。他直到现在依然觉得，只要她愿意嫁给我，以前的一切都能当作没有发生。去，吃了它，慢一点。我笑着拍了拍身侧一尊魔头的脑袋，指了指穆青婉的方向。很快，那边便传来了无比凄厉的惨叫。该结束了。我一步踏出，脚下紫霄山护宗大阵刹那间崩溃。紧接着，我冲霄而起，无尽魔气遮天蔽日。魔主笑着指了指我的方向，对不远处脸色惊恐的柳晴天淡淡道：我家圣子厉害吧？我养的。100年后，我和幽莲已经正式结为道侣。在紫霄山一战后，我不再遮掩自己的身份，也没有了这般必要，因为那些正到最顶尖的一批修士都被我尽数杀死在了那一战。紧接着，我又带着魔门席卷了整个修仙界。如今的天下已经没有正魔宗门之分，唯一有的便是正邪之举，依天下人心来评判。正道依然被人憧憬，魔道依然被人厌恶。但这一次，谁人是正道，谁人是魔道，却不再由谁来评判定义，而是依靠天下人心。李青山哥哥，我们可是大魔头，一直在这村子里教书，是不是也太不像话了？幽莲扯着我的衣服，晃着脚丫无奈道：胡说！我敲了一下他的脑袋，他不由得委屈地抱着头。见状，我才笑道：我可是个好人啊，未来的人间可再也不会有魔头了。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